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所谓的边缘格他们的正向特质吧，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哦。然后呢，因为今天的影片其实我是用手机拍摄，可能灯光啊各方面效果都不是太好，就请大家多见谅一下，因为我的相机被我锁在橱柜里面，然后我的钥匙不见了，所以 anyway things happen。所以如果你有 ADHD 的话呢，Don't worry, you're not alone, but you will be fine. OK，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我会想要讨论一下所谓边缘性人格的一些正向的特质。因为好多人在看了我们一些人格特质的影片之后呢，开始想说，哦天哪，我好像有边缘性人格，我好像有自恋型人格，我好像有病，那是不是很糟糕？又或者是这样子是不是很差劲？好像大家都focus 在他们很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很负面的行为，那些问题行为，例如说他们的情绪不稳定啦，又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害怕被抛弃了，可能会导致他们会容易异变或者是操弄他人的这些行为。那当然确实有些事情会造成他们自己跟别人的困扰，但是其实边缘型人格也有他们的好处。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看到，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好有坏，而每一个人呢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的倾向，但是其实更多人是不见得符合诊断准则，但是呢有他们的好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所谓边缘型人格有哪一些比较正向的特质吧。首先呢，第一个呢，就知道就是边缘型人格，他们其实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他们会有比较大的潜能，会发展高同理心，就是他们很快就会觉察到你的情绪。如果你有跟边缘型人格的人，或者是有这样子特质的人相处过，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一举一动、一点点的情绪的反应，或者是你一点点的犹豫，他们都可以感觉到，就是因为他们非常非常极度的敏感，对于别人的情绪，他们很快就会感觉到。所以呢，他们其实也相对的，他们很快就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那对于同理这个部分，他们其实是比较能够有的。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认同比较反复不定，因为他们其实内在的自我的概念是比较混乱也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之前在其他影片有讨论过，边缘型人格的人呢，他们可能会因为不同的人相处而改变自己的样子，可能改变发型、改变个性、改变喜好等等之类。然后你会发现呢，其实跟这样子的人相处呢，他们非常有弹性。当一群人说，我们要去参加这个演唱会，他就说，呀，很好，我也要去。又或者是呢，大家说我们很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他会说，哦，好啊，我也要去。相对的呢，跟某一些，例如说像 ASD 的人比较偏向是 autistic 的人呢，他们可能就不要，为什么要去？或者是大家说，哦，天气不好，我们改去这里吧。就是有 ASD 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改变，那这是边缘型人格的好处。那第三点呢，就是边缘型的人格呢，他们很大胆也很敢冲，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勇敢的一群人。所以呢，他们在面对一些需要勇气去冒险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他们是很敢去做的。所以他们其实是行动力非常高的一群人。所以呢，我也发现在跟边缘型人格相处，或者是在跟他们工作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很敢去实验，很敢去试着做一些事情的。所以这是边缘型人格特质的人呢，他们比较可爱的地方。然后今天就跟大家先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对于所谓的边缘型人格的正向特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哦。总体而言呢，我个人觉得，在我跟他们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和边缘型人格特质的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确实就是蛮真性情的一群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其实都会写在脸上，完全不加包装。所以其实不需要特别去耍心机，或者是特别的猜忌，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那
我想要传递的一个讯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受过伤的个体，而我们只是在这受伤的过程当中学着怎么样去保护自己。而有一些人呢，可能在这样子保护自己的过程当中呢，不自觉的用一些比较伤害别人的方式，或者是特别的防卫自己的方式，而让别人变得很难跟他们相处。而如果我们能够学会用更多的爱、包容和体谅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会有更多正向的能量。我们一起来加油努力吧。OK， 下次见。